從前呢，有這麼一個人，人挺好的，但就是有一個毛病，脾氣不太好，非常容易生氣。只要遇到一點點不順心的事情，他心裡的火噌的一下就上來了。其實他自己心裡也知道，這樣很不好。每次發完脾氣，他也會後悔，覺得很累。生氣不僅傷身體，身邊的朋友好像也離他越來越遠了。所以他心裡苦惱啊，就在想，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自己不那麼容易生氣呢？有一天，他聽一位老人說，如果你覺得心裡煩，那就找個沒人的地方待着，外面的世界安靜了，你的心自然就靜了。他一听，有道理啊。于是他想了個辦法，去城外的湖上划船。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，太陽慢慢地下山了，夕陽把天空染成了橘紅色。湖面上非常非常平靜，就像一面巨大的鏡子。他租了一隻小木船，手裡拿着木槳，慢悠悠慢悠悠地划着，划到了湖的中心。他感覺心裡舒服多了。他放下船槳，靜靜地坐在船上，閉上了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夏天的晚風帶着一點點水草的清香，輕輕地吹過他的臉頰。湖水在他的小船旁邊發出嘩啦嘩啦溫柔的聲音。那一刻，他覺得自己的身體變輕了，心裡那些亂七八糟的煩惱好像都被這微風吹走了。他整個人慢慢躺了下去，船底硬是硬了些，卻覺得無比踏實。他把雙手枕在腦後，就這麼躺着，聽着湖水輕輕拍打船身的聲音，看着天色慢慢變暗，看着星星一顆兩顆的冒出來。他迷迷糊糊的，竟然有些困意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等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，才發現天已經全黑了。眼前鋪開的是一整片星空，星星一眨一眨的，近的仿佛伸手就能摸到，遠的又深的像是沒有盡頭。他就這麼躺着，靜靜地看着，他甚至在心裡輕輕嘆了一聲：啊，這個世界多安靜，多美好！在這裡，我絕對絕對不會再生氣了。就在他閉着眼睛享受着這完美的寧靜時，突然一聲悶響，他嚇了一跳，有什麼東西撞在了他的小船上。他那剛剛才平靜下來的心瞬間就被打破了。他皺着眉頭猛地坐起來，斜眼一看，黑暗裡有一隻黑乎乎的烏篷船
靜靜地靠在他的船邊。船的頂棚壓得低低的，什麼也看不清。他心裡想，這湖面這麼大，誰這麼不長眼，非往我這撞啊？他衝着那只船大聲地喊：喂，你會不會划船呢？沒看到這兒有人嗎？可是他喊了半天，對面那只船上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沒有人道歉，連個探出頭來的人影都沒有。那只船就那麼靜靜地停在那兒。這一下，他心裡的火一下子就上來了，簡直要氣炸了。他想，這個人不但撞了我，還縮在裡面裝沒聽見。不行，我非要好好教訓教訓他。他氣冲冲地站起来，一把抓住船舷，準備把腦子裡那100句最難聽的話全罵出去。他氣冲冲地說：你這……他的話剛到嘴邊，就愣住了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為啥？因為他看到那只船的棚子裡根本就沒有人，那只是一只不知道從哪裡飄來的空船。也許是繫船的繩子斷了，它就這麼被風吹着，被水推着，在湖面上漫無目的地飄蕩，然後非常偶然地撞上了他。就在那一瞬間，他身體裡那股馬上就要爆炸的怒火，就像被針扎破的氣球，噗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去罵誰呢？罵風嗎？還是罵水？他就那麼呆呆地坐在船頭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他突然笑出了聲。他笑自己剛才那個张牙舞爪的樣子。原來讓他生氣的根本不是被撞了一下，而是他心裡認定對面一定有個討厭的家伙在故意找麻煩。當那個假想的人消失了，他的憤怒也就失去了目標。他重新躺下來，望着滿天的星星。湖面那麼大，風那麼輕。這是2000多年前莊子講到的一個故事。莊子在故事的最後留下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：人能虛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？虛己就是把心裡的自我放空。其實這隻空船說的不僅僅是對面，他說的是我們自己。那隻空船飄在湖上，什麼也不攔，什麼也不躲。風來了它走，浪來了它晃。撞上了什麼？不過是碰一下，咚一聲，散了。你說它會受傷嗎？